美国对抗中国必须先回应4个关键问题。美国无所适从，中国呢？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强少。作为全球实力最强大的国家，美国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？如何制定对华政策？这不光是美国需要思考的问题，也是中国需要关注的问题。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最近发表文章认为，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是模棱两可和毫无头绪的。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认为，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发生新冷战，不寻求冲突，而是寻求有效竞争。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认为，如果中国大陆要解放台湾，美军就会和盟友一起行动。拜登一会儿说支持一个中国，不支持台独，一会儿又让台湾自己决定。很多言论前后矛盾。美刊认为，中国和美国还是2个利益交织的国家。美国如果要选择与中国对抗，就必须面临几个问题。第一，中国是不是一个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国家？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加，军事力量也随之壮大。但是，只要中国在现有国际秩序框架内行事，又不输出革命，对美国而言呢，就没有太大的威胁。另外一个风险是，美国从维持现状变成寻求向亚洲国家输出意识形态，那就必然会与中国发生冲突。在现在的情况下，中美都不太可能通过挑战国际秩序或意识形态而造成双方的冲突。第二，美国的最终目标是什么？如果非要保持霸主地位，那么中美对抗不可避免。但是霸主地位能保住吗？从发展趋势看，美国不大可能长期保持霸主地位。世界多极化是大势所趋，那么美国与中国对抗的必要性到底有多大呢？第三呢，美国政府的一些官员呢已经表示不追求改变中国的政体，但是呢，另外一些人又扬言要摧毁中国在亚洲的力量。这到底意味着什么？是否意味着有可能对中国发动战争呢？如果双方发生军事冲突，只会导致台湾更快地回归大陆。第四，美国是否知道以一个核大国发生战争的代价，而为了一个离中国大陆这么近的台湾岛而和中国发生武装冲突？应该说后果不堪设想。美国要想在军事上与中国对抗，就要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，承受惨重的代价。一支航母编队如果被击沉，将导致6000多人死亡。如果发生核战争，会对文明造成严重的破坏。美国人愿意付出这样的惨重代价吗？那么从美国国家利益刊发的这篇文章可以看出，美国如何对待中国崛起的态度现在是非常矛盾的，而且很难找到对抗中国的理由。美国唯一能成立的理由就是保全其全球霸主地位，但是似乎呢又没有有效的办法来遏制中国的崛起。因此，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，美国的对华政策从极限打压到竞争、合作、对抗并存，往往呢体现出其高层内部观点的矛盾。这就意味着美国仍然在适应中国的崛起。那么中国如何看待美国的这个全球霸权国家呢？第一，我们只要努力的做好眼前的事情，维持不断的发展进步，最终呢就有可能超越美国。而且呢，这一点是美国无法阻止的趋势。我们有这个自信面对美国的竞争。第二，面对美国发起打压，我们可以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反击，只要在圈内就可以。中美2国的领导人会谈已经谈到了，要给2国关系画设护栏，也就是画一个圈。中国现在的综合实力是世界第2，必然会遭到全球老大美国的打压。只要在
规则内进行，那么双方的冲突和斗争呢，就会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。第三呢，目前尽量让美国继续做全球军事部署的大国，恐怕更有利于中国的崛起。拜登在中美首脑会谈上曾经提到，中国是世界性大国，美国也是，这实际上是 G2 思想的体现。那么随着中国实力的强大，美国必然会要求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承担更多的责任。中国的全球战略是人类命运共同体，实际上就是以所有的国家一起发展，一起发财。如果美国把更多的精力继续放在全球争霸和军事部署上，而中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经济发展上，对中国来讲恐怕更为有利。总体上来看，美国正在适应中国的崛起，中国也需要适应自己的崛起。美国未来唯一的选择就是与中国合作与竞争。中国不怕和美国竞争，中美贸易合作越紧密，对抗的理由就越不充分。国家利益主导外交关系，美国人找不到与中国对抗的理由，中国人也要更加理性的看待美国。中美贸易合作越紧密，对抗的理由就越不充分，而国家的利益主导外交关系。我们当然真诚的希望中美之间不要陷入对抗，从而给世界创造一个更好的和平发展的环境，这无论对中国还是对美国而言都是最有利的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